我不喜欢新加坡。我有新加坡绿卡，但是我放弃了。我2004年就拿到新加坡绿卡，我大概2006年下半年我离开新加坡，连续5年，大概2009年我要交税，5年之内我要交税，去报税。我最后想了想，没什么了用，我特别不喜欢那个地方，我就没报税，所以我的绿卡就失效了。对，我喜欢四季分明的地方，就是新加坡呢，别人地方有4季，它只有2季，一个是热，一个真他妈的热。新加坡的生活，别人丰富多彩，他的生活就2种，一个是无聊，一个真他妈的无聊。还有什么？新加坡没有美女。诶，他说有啊，你们知道孙燕姿对不对？那是孙燕姿在新加坡，那可是国宝一样的美女。那孙燕姿这样的在我们这儿排得上号吗？为什么？因为热、潮湿、闷，皮肤不好，皮肤的排泄不好，所以啊，造成这个毛孔粗大，真的像橘子皮。但是身材老好的嘞，大哥不藏着不掖着啊！你们不要觉得诧异，这中年大老爷们谈谈美女，谈谈观感很正常啊，不涉及到人身攻击。难道咱们大老爷们私底下不谈的女孩子吗？你们女孩子私底下在一起不讨论老爷们吗？那一样的嘛，在直播间就真实真性情，我不违法不犯规不缺德，讲讲俺的心里话。如果你听得觉得刺耳呢，请恕我冒犯好吗？我真的是纯粹是讲讲自己真实的观感。真的没有美女，新加坡真的没有美女，没有美女到什么地步呢？我跟你讲一个实际情况，你看啊，我是跟我太太一起去了新加坡，那个时候我们还没生孩子，我们家老大是回到上海2007年才生的。下班呢，那边也没有996啊，我当时是在 Oracle 甲骨文，亚太区总部，也不用加班，准时准点，5点半就下班了。吃完饭在乌节路，7点多钟，实在没什么好逛的，我说我们回家吧。但是我们说回家也没什么事儿干啊，就坐在马路边，乌节路啊，乌节路相当于新天地之上海，相当于成都太古里，北京三里屯。我跟他坐在乌节路路边，看着街上来来去去的人。我们说，从我面前经过3个美女，美女判断的标准就是我和她一致认为都是美女的美女，不容得任何争议，就算一个。我们在7点半一直坐到半夜，硬是回不了家。也就是说，经过3个美女，我们就打车回家，结果从7点半一直坐到后半夜，回不了家。这个就是新加坡。就是你们想一想啊，这个地域啊，它有极其深厚的原因，连新加坡人自己都不喜欢新加坡，经常 diss 新加坡啊，新加坡不好玩啊。我来到上海，我还有很多新加坡的朋友。去年新加坡国庆啊，我还被他们隆重邀请去参加新加坡国庆纪念日，在香格里拉酒店啊，他们都很喜欢上海啊。在上海待久了，新加坡人都不喜欢回新加坡，他们自己都很难理解。他说你们 China 对不对？那么大的地方，那么好的环境，对不对？那么动态，对不对？一年四季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，你们为什么去我们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鼻屎大的地方？他自己说我们那个地方是个鼻屎大的地方，又闷又热，有什么好去的？我来到上海啊，我真的喜欢的不得了。好了，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，你们刚才回归讲你们这个问题，你们说你要去新加坡，真不是什么好地方，新加坡人自己都不觉得好。大哥我呢，经常调侃新加坡呢，他说大哥你讲的不对，对不对？你形容的不对，他还帮我添油加醋。但是我想啊，一个越是对自己有自信的，越是经得起别人的调侃和 diss。那你讲，
我人在上海啊，我都不能说上海的半个不字儿，因为你一说上海啊，什么什么这不好那不好，那身边的上海人啊，口水能把我淹死。但是我说新加坡的不好啊，那新加坡人觉得大哥你挺逗的，我靠，哎呀，他说你挺逗的，他说你说的真好，挺好玩，对不对？他们就一笑置之。因为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大家经常开玩笑啊，对，越是自信的人，越经得起开玩笑，越经得起调侃，越是敏感的人，越是什么样的人或者地方啊，就经不得调侃。